林浩算是使上了全身的力气与鱼对抗。就在他考虑要不要试着收网时，下一刻突然失了力，鱼竿上轻飘飘的跑了，切线了。阿策与阿杰两人很快的感觉到了，林浩也有点愣神，妈的，第一尾就失手了。卧槽，妈的，把他惹毛了！林浩大叫一声，因为他已经看到那尾旗鱼直冲冲的往渔船窜来，快闪开！只见旗鱼此刻全力往船的方向冲锋，距离越来越近，离船只还有100米的时候，这么近的距离，再加上旗鱼那疯狂的速度，根本没时间做任何补救措施了。就在他已经彻底绝望时，一道巨大的身影猛地从海底钻出，将原本快速游动的旗鱼直接顶得离水面有1米多的高度。抽了有7、8下后，突然一个大头浮出水面，张着嘴对着林浩的方向嘤嘤的叫着：“大虎，大虎，你咋跑这来了？”看到对方的身影，林浩激动的眼眶都快湿润了。没错，露面的是胡子。大虎见到他似乎也非常的开心，嘤嘤的叫个不停，小心的往船的方向又靠近了些。谢谢你，大虎，没你我们这趟就麻烦了。大虎突然发出一阵清脆的尖叫，随着这一声尖叫，不远处另外的几只胡子也露出了头，尖叫着回应。他们所处的方位刚好将那个大鱼群给合围起来，当然也包括其鱼群。大虎，给老子报仇！老子可是被他吓得不轻。大虎看了一眼飘在水面，再度尖叫发力往中间窜去。林浩哈哈大笑，再度站到船舷，捡起失手绳，先把鱼竿拉上来，接着开始收线。神奇的是，钩子居然还挂在那尾旗鱼身上，而远处一场厮杀正在进行，虎鲸群 PK 旗鱼群。虎子咋来了？猫哥，刚刚太危险了，要不是胡子最后把旗鱼给顶飞了，咱的船都危险。几人的面上都浮现了震惊之色。旗鱼真这么厉害？阿策所说的明显颠覆了阿旺的认知，哪有鱼能把船竿穿的？当众人好不容易将那尾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旗鱼拉上船时，看着那近3米的长度、雄壮的身躯，就连刚刚还不信的阿旺也都没了声音。这是旗鱼，咋这么大？老猫叹了口气，眼望远处还在布阵进攻的胡子道：“得亏虎子来得及时，不然现在咱都得想办法游泳上岛过野人生活了。”猫哥，你见过么大的吗？没有，这跟我们之前捕的不一样，这是黑背旗鱼，比我们之前捕的那种背鳍要稍小些，但它的个头也是所有旗鱼中最大的一种，据说能长到1000斤，但我没见过。现在这一尾就是我见过最大的了。猫哥，这么大的鱼不好卖吧？难道你们家杀只牛，还就指你们一家人吃啊？没成想，阿旺理所当然的点头道：“那当然一家人吃。”林浩没忍住笑，现在几乎可以确定，咱的网肯定就是这帮家伙干的。来，搭把手入库。林浩的目光则一直注视着不远处那片的水域，一直波涛光涌，水花四溅。林平此刻也来到甲板上，这场战斗持续了有近40分钟，水面的动静才渐渐小了下来。没一会，胡子排成一排围着他们的渔船转了一圈，嘤嘤地对着林浩叫。林浩看到三虎的头部向下一点的位置有一道大口子，叹了口气，直接跃下了水，游到了三虎的身上，踩着胸鳍好不容易坐了上去，手在伤口边上轻轻地抚了几下。下次注意点，受伤了记得来找我。林浩又游到了大虎边上，摸了摸他的大头，太萌了，想抱一下。接着再度爬到他的背上，真想双腿一夹，大喊一声驾！大虎，等一下你要帮着我们打捞旗鱼，那玩意很值钱的，咱商量一下，21天做5行不行？说完嘿嘿一笑，翻身入海往船上游。阿旺的一双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自己看到了什么？阿浩，这是你养的，我能下水跟他们玩吗？除了我，其他人不能靠近。林浩回了一句，又扭头对胡子道：去吧。见胡子往刚刚战斗的地方游去，林浩又对猫哥道：把打捞钩拿出来，我们去打捞旗鱼。真的？得到肯定答复，林平赶忙去发动船只，2套打捞钩刚拿出来，就见胡子顶着一具旗鱼的尸体浮出水面。林浩接过钩子，用力一甩，确定钩中之后，几人合力拉到船边，用绳子拴住尾部，挂到吊机上，直接吊进尾库。说是21天做5，但胡子愣是把战利品全部顶了上来。总共有13尾。等到全部入库之后，林浩叫众人把几筐杂鱼全部搬出来，他抛洒喂了2筐。大虎嘤嘤的叫了2声。行吧，你们去玩，今天歇歇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这片海域有个海龟叫大壮，是我小弟来着，以后见着了不准欺负他。大虎嘤嘤了2声，下一刻又是一道长长的尖叫，叫声停止，他当先沉入水中。这是鲸鱼吧？咋这么听话？阿浩，你教我。阿旺，其实这事我也说不清楚啊，我都闹不明白，胡子为啥能听懂我的话，让我怎么教你？阿浩，我都不想回去了。他感觉这2天过得太新奇了，不仅是海货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满足感，还有现捕现吃的美食都让他欲罢不能了。行了，你不是要回去当干部吗？甘孜是自治州，像阿旺本身就是藏民，而且还是大学生，当下并不多，所以回去根本不用考，直接就是体制内的。我就是感慨一下，说的也是，我这样一个优秀干部，国家太需要我了，所渔民有些屈才。林浩轻踹了他一脚，不会聊天就闭嘴。这小子还臭美上了。今晚的海面很平静，风都变得温和起来，
拍打着礁石，就像是母亲的低喃。轻轻摇晃的船只变成了一个大号的摇篮。林浩先在甲板上巡视了一圈，阿旺跟在他身后，目光不时地打量着海面。阿浩，好多鱼。还蘑菇粒呢。林浩很自然地回对了一句，然后两人都愣了一下。阿旺，你在家还赶山？赶啊！我从小的学费就是我自己赶山赚的。我兄弟4个，还有2个姐姐。阿爸阿妈很辛苦的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我4个哥哥都结了婚，我姐也嫁人了，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所以我阿爸几乎不用上山了。那你们赶山一般收获有什么？多了，一般都是药材，像天麻、黄芪、党参、川木香之类。我阿爸说，他年轻时还会捕雄鹿、熊胆。鹿茸很值钱的，现在不行了，都列入保护动物。不过这2年听说冬虫夏草和松茸的行情很好，勤快点总能有收获的。林浩笑了笑，我要是去甘孜玩，你带我去赶山吧。冬虫夏草蚁，那可是被誉天下第一仙草，不说采多了卖，采点野生的回来自家留着吃也好。那你要不就4月底或5月初去吧，我先带你采冬虫夏草，大概能采个10来天，找不到草，我们就去采松茸。行，到时我有时间肯定过去。不过我要是住上个10天半个月，你该不会撵我吧？阿旺突然变得很愤怒，你这是啥话？咱藏人最是好客，也最为珍惜朋友，别说10天半个月，你就住个3、5年的都没问题。淡定，跟你开玩笑听不出来啊。聊了2个多小时，两人再度去巡船，重点就是看一下活舱的给养设备有没有罢工。这次的收获几乎全在活舱里，可不能出半点问题。林浩踏踏实实的睡了个好觉，等他起床，精神好的不得了。往下去了吗？下了，不过也换到了北边，就在我们船不远处。下就下了，反正今晚肯定还在这里。明天一早咱往西北方向，看能不能碰到能赶海的小岛。边赶海边往家走。对，不必再往南跑了，要是收获不佳不划算。他夜间睡之前就看了今天的幸运值，很一般，只有22点，估计抓不到什么新的好货。我先下水了，再坐着又犯困。下午2队人又轮换着下去了4次，夜间收的粘网收获同样不错，更多的是杂鱼，倒也收获了好几尾的石雕。清晨开着船，终于要离开这个岛了。这个岛真不错，咱给它起个名字吧，要不就叫宝藏岛。此话一出，阿和、老猫和林浩3人异口同声说不行，其他几人一怔，这反应也太大了。可叫宝藏岛有些夸张，我觉得就叫鲍鱼岛吧。从这个岛上撬了有几千斤鲍鱼，叫鲍鱼岛名正言顺。